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你平时大概听什么音乐啊？你是说音乐还是音乐剧？都可以，就我想看一下会有没有跟我 double 到的一些地方。完全没有，你是知道的。那我还是先把这部剧的名字说出来吧，叫做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Jamie， 人人都在谈论 Jamie。通俗说的一些什么4大音乐剧啊什么，这些你肯定有知道吧？我看过的一部是周俊美在伦敦看的，跟朋友一起去，但是印象已经很不深了。然后另外一部是大概前几年2015、2016，我自己一个人跑到纽约的百老汇去看了芝加哥。这2部剧也算是音乐剧圈子里面必修课吧。不过我觉得音乐剧现在已经都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剧院看过音乐剧才算是看过音乐剧，包括像迪士尼啊什么，他们很多作品其实就是上映结束以后直接搬到剧院都是音乐剧。没错没错，我的确有那个感觉，因为狮子王不就很常驻嘛，对吧？对啊，狮子王包括阿拉丁什么，就可能有一些人就刚刚接触的时候会说，这个歌剧好好看，其实这并不是歌剧，歌剧的门槛要高很多。音乐剧其实它没有一个音乐种类，可能摇滚也是音乐剧，可能通俗也是音乐剧，就是所以它的门槛其实非常低，很好接触。我觉得邱老师，我要提问，我举手了。所以这么说，音乐剧的意思就是它是演演唱唱，而并不是从头唱到尾。就是有一些音乐剧它的台词或者说就是正常表演的一些元素会多一些，有一些音乐剧可能真的是从头唱到尾，连对话都在唱啊。对，所以它的唱段的浓度可以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在东京我也看过音乐剧，我还看过2场，一场是骷髅城。那个也算音乐剧啊，是不是有天海的那一部啊？没错，而且有很多系列。我记得好像你之前跟我说过。对，我当时是我的朋友他帮我买的票，那一场是天海游戏。你朋友是不是宝冢粉啊？对，当年是那就对了，那宝冢的也算音乐剧啊。在那之后我又去看了长泽雅美演的新展现。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日本的音乐剧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本土化嘛，就是日本所谓的音乐剧会有2种，一种是他自己原创的音乐剧，真的是百花齐放，但是同时日本也有引进翻译以后按照原来的剧本或多或少在舞美服装或者说是在那个剧情上面有些微的一些调整。你知道 Kinky Boots 吗？我只知道 Kinky Kids堂本兄弟，我不知道 Kinky Boots。你这个梗我突然有点不知道怎么接。就是 Kinky Boots 也是一部英国的音乐剧，然后日本就是有引入嘛。前一阵不是去世的那个三浦春马，他和小池彻平2个人主演过这一部音乐剧，就是很厉害，就是他全程要穿很高跟的那个靴，因为他叫 Kinky Boots 嘛，他整个是围绕着一个长靴，他叫长靴皇后。回到那个 Jamie 这部剧，因为它是比较英国本土的一部剧嘛，目前来说我只知道他获得的奖项是奥利弗奖，他拿过提名没有拿到，然后另外有一个是 UK Theatre 的奖项，他有拿到一个最佳音乐剧制作和最佳表演奖，就是他第一批的 cast，他的男主角获得了最佳表演奖。但是我觉得喜好嘛，反正跟奖项不一样，不一定要用得多少奖去评判这是不是一部好剧。你刚提的这几个奖在音乐剧的行业里边是有没有就是奥利弗奖就是美国不是有 Tony 奖吗？对，美国是 Tony 奖，就是对标 Tony 奖那就是说放到欧美来说，就是有点类似于英国电影学院奖和美国奥斯卡奖。有一点这种感觉。他这部剧里面没有任何的大人物，他就是讲的是在 Sheffield 的一个普通高中的一个普通男生，他名字叫 Jamie， 然后呢他有一个好闺蜜，他叫 Pretty， 同时呢其实他们这个班里面有一个比较恶霸的一个男生叫 Dean， 就这几个小孩子差不多是他那个身边比较主要的一个角色，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妈妈叫 Margaret， 然后他妈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 Ray， 就是也对 Jamie 非常好，然后 Jamie 的爸爸现在已经就是另外有一个家庭了，然后他的班主任就是刚才吼那个学生的叫 Miss Hedge， 然后呢其实他后来也会遇到
就是类似像人生导师一样的几个大叔，就是基本上这个剧讲的就是以 Jamie 为主角的和他身边这些人发生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其实也非常短，就是讲的是他临毕业快要毕业了，到他最后的毕业舞会，然后就结束了。一开始不是大家就坐在那个教室里面上课，然后他们其实是在上一堂职业规划课，因为他头发的颜色很淡，你就能看出来他跟周围的一些小孩子不太一样。他们的这个老师 Miss Hedge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就像我们一样被怎么说被社会历练过了以后磨平了棱角，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追求现实的人。对，所以他在给大家上职业规划课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你们不要给我整一些有的没的，不要给我作幺蛾子什么想当什么明星，或者说是想嫁入豪门之类的。对对对，我看到他还吐槽了 X Factors。 对对对，他就跟 Jamie 的好闺蜜叫 Pretty 嘛，他就跟 Pretty 说，他说我知道你的梦想是当医生，但是他说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还是可以当兽医啊。其实 Pretty 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但是他还是跟他这样说，就说明 Miss Hedge 他这个人其实对人生的 expectation 已经很低很低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Jamie 的职业梦想 Miss Hedge 他说你是适合当一个卡车司机，但是 Jamie 他真正的梦想是他想要做一个 drag queen，他想要做一位变装皇后。其实这一部剧就是在讲说 Jamie 是怎么去实现他的这个梦想，然后他周围的人又是怎么去帮他处理，或者说是帮自己去处理这种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剧一开始其实那一天是 Jamie 自己的生日，在生日当天收到的消息竟然是他将来适合做一个卡车司机。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闷闷不乐的，但是他到家那一瞬间他妈妈就给了他一双红色的高跟鞋，这双红色的高跟鞋其实有贯穿整部剧的剧情，就是他们一直知道 Jamie 喜欢穿女孩子的衣服，其实这也是他妈妈我觉得很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就是 Jamie 的爸爸是已经抛弃他了嘛，但是他妈妈一直希望 Jamie 还是认为就是虽然他爸爸离开了，但是还是关心他的，所以他每一年生日都会以他爸爸的名义送一张卡片给 Jamie。对，但是后来被 Jamie 知道了以后，他有一点点反过来责怪他妈妈，甚至就是有用一些很不好的词去伤害他妈妈。但是最终在 Jamie 受到伤害以后，他妈妈又回来拥抱着他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孩子。天哪，马上要母亲节了。对对对，因为他妈妈的鼓励，他第一次想要穿着这双鞋走出去，但是他这个时候是犹豫的，就是他想要走出自己家的门口都有一点点是一种挑战。我突然在想啊，这部片子其实它整个故事背景是英国，所以这是不是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跟 LGBT 有关系？有啊有啊，完全有，切入点其实就是 LGBT 的一个点，我甚至都觉得他不是说在很刻意的去卖 LGBT 这个卖点，而是说站在 LGBT 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怎么去面对人生的转变，就是面对自己人生的转变也好，或者是面对身边人人生的转变，我们要怎么去 support。 我看了以后，其实你知道，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时候你人生会有一个时点是厌恶自己甚至讨厌自己的，但是曾经你认为的自己跟现在你的自己可能是不一样的，但要怎么去拥抱这个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课题。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部剧特别特别好。包括其实我为什么想同时推这一部剧跟那个 Dear Evan Hansen， 其实两部剧很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你怎么去接受一个糟糕的自己，或者说是怎么去接受一个你曾经没有想过的自己。我觉得你上一期跟这一期都在讲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把我讲哭掉的感觉就是真的主题跟利益真的我其实讲这一期之前我很怕讲自己就哭出来，因为那个 Dear Evan Hansen 真的太好哭了。然后呢，为什么我很喜欢她的闺蜜 Pretty， 是因为她在 Jamie 整段剧的那个转变过程当中，她用了2首歌和一段话，我觉得是就是打动了我吧。就是他第一首歌他叫 Spotlight， 就是鼓励 Jamie 第一次在外面把这双鞋穿起来了。
对，然后这是第一次他把 Jamie 往前推了一步。他穿上这个红鞋以后，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就是 drag queen 的那个这种服饰的专卖店，然后他就认识了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生导师。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场 drag queen 的秀。然后第二次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二首歌，我刚才不是说 Jamie 有一个梦想吗？其实他除了这个 drag queen 的长期的一个职业规划以外，他还有一个短的梦想，就是他想要穿裙子去参加毕业舞会。哦，那很，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梦想。但是这个事情好死不死就被那个 Dean 知道了，他又告诉 Miss Hedge，告诉他们的老师了。就是你知道告家长告老师这件事真的是以前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情，但是 Dean 就做了这件事情以后，那个 Jamie 就非常生气，他就在 Pretty 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 Pretty 他就唱了一首叫 It Means Beautiful， 然后他就说不要去否定你自己，你反而应该正视你自己，不要觉得你自己不好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Pretty 推动 Jamie 在整部剧里面第二个转变，就是你告诉他说你去拥抱，对，更坦诚的面对这个不一样的自己吧，对，接纳自己，对对对，不要去粉饰自己，不要在别人面前再粉饰自己了。对，然后最后我觉得 Pretty 很牛的一个地方就是毕业舞会了嘛，然后你知道那个欧美小孩子毕业舞会对他们来说有多多大的一件事情，就等于他们人生当中，虽然我完全 get 不到，第一个可以让他们，但是好像就是闪闪发光。对，我也 get 不到，但真的就是我们以前就哪怕不是真正的毕业舞会，只是普通的 prom， 普通的 ball， 他们都会觉得哇，我发光的机会来了。就女孩子啊，就是那种打扮的很好看，然后男孩子又是那种西装革履，然后觉得老子今天一定可以撩到妹啊，对，感觉他们那天晚上就一定要发生就是很美好的 dating。然后最终就是 Pretty 她还是选择了正常的民族的装扮，只是化了妆，她还是受到了电影，她又来欺负 Patty 了，真的是蛮人身攻击的一种挖苦一种。你可以看一下那段，就是 Pretty 怎么跟她说。我觉得她才10几岁的女孩子，但是她知道我没有必要去附和别人的审美观，我可以有我自己审美的多元化。其实可能她欺凌和她羞辱的地方，正是因为她也只有这点能耐。当她离开了这一点，她所谓的具有安全感的区域，没错，它其实就是一个跳梁小丑。没错，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怎么去把这个人打出他的舒适区，让他自己开始不安。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恶毒，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是仗着自己的舒适区，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骂别人。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霸凌啊什么的，我希望有一些人他就看到这部剧以后，他可以去反思一下，或者说可以去想想自己面对身边的一些霸凌事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部音乐剧的音乐制作上面也很厉害，就是它有好几首歌我觉得都可以单独拎出来听，而且演员唱功都非常好。另外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舞台的设计啊也很有意思，如果说你之后看的话，就是它的那些转场啊什么，我们一般想到的舞台的转场可能都是比如说那个背景从旁边出来，或者说是背景从后面替换什么，它真的是把那个纵向的空间也设计得非常好。包括就是它的背景不是你一开始的那个背景是后面是玻璃窗啊什么的，就它的那个乐队其实是在玻璃窗的2楼。哦，我看到了，我刚刚有看到。对对，它那个玻璃灯光打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后面有人在活动，就是它等于是乐队一边在伴奏，一边就成为了那个布景的一部分。我就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说到这里以后，其实我想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也是看完就是这部剧，我才发现其实这一部剧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就 BBC 真的有一部纪录片叫 Jamie Drag Queen at 16， 就是真的是在 Sheffield， 然后真的是有一个男孩子叫 Jamie Campbell， 然后后来这一部纪录片是被另外一个就是音乐剧的制作人看到了以后，他就真的把它改编成了一个音乐剧。对，你讲到这是真实的故事，其实我就想到了玫瑰少年。你知道玫瑰少年吗？啊，我知道，就是蔡依林不是还跟对，还也是根据那件事情，对，就有人然后要打我们。其实真的有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形式，并且那么受欢迎来讲这么一个话题。当然除了音乐本身我觉得这个剧还蛮值得推荐给所有一点点不太敢面对自己的人吧。我觉得其实我都觉得他是在鼓励你，就是你要探究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爱不爱你自己，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当然如果有身边的人，就是像 Pretty 这样的朋友，还有像他妈妈 Margaret 还有 Ray 这样子的阿姨，他们真的非常爱护肌爱惜
Jamie 的 soul 吧，可以这么说。但是 Jamie 自己本身也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愿意走出来，愿意鼓起勇气。如果他不愿意鼓起勇气，别人怎么鼓励也没有办法的。对，我也觉得有一句话真的是真理，就是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想你自己。没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我叫他们，我喊他们孩子们，你们不要哭，你们哭会选择我们懦弱，我们没有错。本来呢，其实我想要聊的是2部音乐剧，因为我觉得这2部音乐剧其实是有点相似的。我后来转念一想，让自己太紧张了，就不够散漫。也谢谢体谅我剪片，体谅，非常体谅。